乌克兰如今已经原则上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和平协议，和平真的会到来吗？今天说一个我的判断啊，不会，因为实际上现在只有川普真的想要双方停火，而交战的双方实际上是俄罗斯和民主党为代表的全球利益派。这个账呢算起来也很简单，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说，战略主动权在握，俄军正从防御转向多线进攻，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正全面推进。红军城是顿巴斯防线的核心枢纽，一直被视为乌东堡垒，如今失守，俄罗斯已经控制了75%以上的地区，实际上一直到第聂伯河地区都已经无险可守了。这已经严重打击到了乌军的信心，只要俄军没有沽名钓誉学霸王的爱好，用各种包抄合围榨干乌克兰最后的精锐之后，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已经适应了战时的动员状态，金融逐步稳定，失业率全欧洲最低，汇率在过去1年上升了 10%， 军工产业增长迅猛。虽然相较于24年的 GDP 增长今年有所放缓，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但是绝达不到快崩溃了，能撑过了红军城，却撑不到第聂伯河的程度。可以说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情况再撑个3-2年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人口兵源和阶段性的消化战争果实的问题。这也是大帝还一直愿意跟川普一团和气虚与委蛇的关键。而对于司机来说，一旦停火，他的政治生命就将宣告结束，所以他的利益现在跟背后怂恿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人的民主党等全球利益派是高度契合的。而对于民主党来说，拜登当时引爆俄乌冲突，收益有3个方向。第一，俄罗斯的海外资产；第二，北约东扩；第三，欧洲资本去美国避险。同时在经济上又引爆了我们地产中的中资美债，打击我国当时的经济中心房地产。对俄的热战和对我们的金融战，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美国金融战要是赢了，流动性紧张，彻底打爆了我们的资产价格之后，那么美元潮汐放水就可以把我们彻底端上餐桌了，原乌的那点钱不就有着落了吗？就可以怂恿乌克兰继续再打下去。而如果我们的内循环被端掉了，俄罗斯就失去了重要的商品支撑和能源人民币的循环系统。那结果现在的情况是，金融战没成功，我们也没有被端上桌，俄罗斯的内部供应也很平稳，还分散了美国掣肘亚太的火力。而美国因为没有能成功收割，越来越支撑不了乌克兰的援助了。其实川普总怪拜登的错，也不完全是党争，本身他能够上台以及关税战都是拜登同时引发中俄失败步子太大扯着蛋的后遗症。但对于民主党而言，现在停火可以说是好处一点没有，还得把吃到嘴里的吐出来。那为什么说川普最想停火呢？从现阶段他最需要中期选举作为第一优先事务而言，并不是基于抽调欧洲的力量要来亚太了。大家看待政治一定要从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出发。在关税战之前，川普想围堵我们，想要进行围剿，就算当时俄乌停火了，美国也不会选择跟我们进行硬碰硬式的施压。抽调俄乌资源倾斜亚太，最多就是增加一些施压的筹码。而现在随着美军一次次的拉垮，以及川普务实的个性，更不会来跟我们开始一场无准备无胜算的掰手腕。所以现在五角大楼的战略早就从奥巴马时代延续到川普早期的这个重返亚太，变成了收缩回本土聚焦美洲的策略了。川普现在想停火真正的原因还真是他觉得乌克兰守不住了，与其被推到第聂伯河，不如及时止损，美国还能捞到能源。如果硬挺着，更大的概率是俄军占领更多的土地，乌克兰最后依然不得不割地求和，而那些被全球利益派瓜分的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川大统领是一毛都占不到了呀。如果乌克兰在下届大选，比如2027年前后被打服了，投降了，那可就不叫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出了和平，而是失败的大统领援助不利，让俄罗斯全面胜利了呀。现在乌克兰的战局就像《甄嬛传》里安陵容怀孕，成功生娃全无可能，现在就是看把失败的这个结果栽到谁的头上而已。特朗普一直强调的其实也是这一点，第一次跟司机在白宫吵架的时候，就反复的告诉司机，你没有牌了。真正的主子民主党现在做不了援乌的主，也做不了美军的主，现在我不给你牌，你就快点和平了吧，别最后又把和平流产的锅栽到我身上来。而且如果乌克兰是战败，矿产也惦记不了了，现在停火的话，俄罗斯的海外冻结资产川普还能分一杯羹呢，岂不是三全其美？这样的利益考量才是近期关于俄乌停火和平协议28条或者19条的一个背景基础。实际上俄罗斯现在配合着美国在谈，本质上也是为了打好川普这张牌。
跟我们在日本搞事独苗的问题上的策略其实是一致的。既然川普优先高于美国优先，那么其实就意味着打击民主党是中俄和川普的最大公约数。大帝实际上只是一直摆出配合川普想要和平的一个姿态，一来呢能给川普的赢学制造面子，二来能压制民主党对乌克兰的怂恿。其实从俄军一直在战线上的高歌猛进就不难看出，大帝也只是给川普了一点面子而已。俄美深入合作拆分乌克兰，在俄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毫无可信性，那可是毛子有大量的肥沃的温暖的地处欧洲的土地可以去占领的时候，圣母玛利亚来了都难不住啊。一个金毛就算能拦住大帝对继承彼得一世的荣光的野望，也拦不住斯拉夫汉子们对土地的执着。而司机现在原则上同意的也仅仅是28条和平协议里删减了最关键内容的一个19条协议的版本，对于乌克兰领土划分啊、乌克兰加入北约等核心内容均不涉及的版本，要留待两国总统直接谈判，这部分不就是一直谈不了的内容吗？还是那个问题，我能打下来的土地，我为什么要谈判？谈判只能谈打不下来的那部分的利益呀。而川普这边呢，说做出了让步，在开始要求司机要感恩节之前就接受28点和平协议的这个期限呢，表示也可以宽限。于是呢，迎学叙事下，俄乌停火就变成了美方起草的28点新计划已经微调了，目前仅剩少数分歧点，美方的和平努力取得巨大进展，但是还有一些棘手但并非无法克服的细节问题需要解决，这需要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美国之间的进一步谈判。且美乌两国代表已经就日前在日内瓦讨论的和平方案核心条款达成了共识。乌方期待泽连斯基能在月内尽早访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说白了，还是在游说特朗普嘛。实际上就是核心问题依然没有任何解决的端倪。民主党为代表的全球利益派正在逐步掌握跟川普博弈的一个不二法门，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好像泽连斯基照单全收，其实驴唇不对马嘴。根据俄新社11月25日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并不急于与美国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而至于说民主党才刚刚让自己培植的独苗在东亚作妖，欧洲的盟友就受到了来自本国大统领的痛击，这几天的嚣张气焰啊，明显矮下去3分。以民主党和其爪牙欧洲政客们的这个奏性啊，地缘越混乱，他们越有浑水摸鱼的机会，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俄乌停火的。断掉自己的财路，又让川普领了功劳，这种事儿他们是不会干的。就像高市早苗必须要一条路走到黑一样，全球利益派目前在美元潮汐彻底失效的情况下，是会为了资本的利益不断铤而走险的。尹锡悦就是最生动的写照，为了服务于主子的利益，甚至不惜引爆半岛局势，将国家卷入战争。搞事独苗也好，泽连斯基也罢，其实都是一样的路数，一样的逻辑，一样的命运。全球利益派不会允许独苗改口，只会推着他不断的出格越界，也不会允许泽连斯基接受投降，只会让乌克兰战至最后一人。只有这样，吃到嘴里的利益才不用吐出来，才能趁乱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现在中美俄三国实际上都已经站在了全球利益派的对立面上，尤其是目前支持率还处于劣势的川普，虽然民主党的部分操作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川普优先高于美国优先的语境下，大统领才是打击民主党最积极的急先锋。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俄乌停火目前还没有任何基础可言，无非就是给大统领的赢学增加点近期可以鼓吹的素材。破局点啊，反而很可能是在亚太。随着搞事独苗的言行进一步出格，从这次 G20 峰会上面各方领导人对其敬而远之的态度来看，他的政治生命啊，应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各家领导人的智库分析只会比我更全面。苗子的前途渺茫，自然各家的领导也懒得虚与委蛇。而川普给独苗打去电话，独苗却只字不提涉及到台海时候的美方的态度，就很说明川普的立场是直接的，没有任何解读空间的对他的敲打。无论独苗是多么忠诚于民主党，但是现在主政的是川普大统领，独苗不完成马前卒的使命不行，完成的太尽力又会失去最大的靠山，实际上就是里外不是人。虽然他本来也不太像啊，而随着他想效仿大统领的民粹之路，增加自己的基本盘的操作，会触及到麻生派等日本本土建制派的利益，他的任期啊基本上很快就会终结。而如果民主党再次失去一条昌轨，这头恶虎期望的引爆某区域的资产，让降息之后的美元可以去夺舍他国核心资产，这个算盘就落空了。届时美联储换了主席，面对恶化的经济形势就不得不降息。
甚至川普基于27年大选的部署，很有可能会提前引爆美股击鼓传雷的这个风险，然后逼迫联储马上降息 QE， 自己上演救民于水火的戏码。美元的霸权地位开始崩溃的时候，俄乌才会真正的彻底打不下去。因为民主党真正维护的利益就是美元霸权上生长出的一个个的资本集团的利益，没有了霸权的系统，这套为虎作伥的利益循环才可能最终被遏制。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